这是美国2022年最大尺度的一部悬疑恐怖片。该剧由老友记女星科特妮·考克斯主演，女性得抑郁症的几率大概是男性的2倍，同时女性被恶魔附身的几率也是男性的2倍。全程悬疑恐怖，剧情丝毫不拖泥带水，它绝对不输于梦魇绝症。一家人准备去郊区玩耍，男主叫罗伯特，在他回头跟孩子说话时，突然一家人吓得惊魂未定。随后罗伯特和妻子下车查看，发现车底什么都没有。可刚刚妻子明明看到出现一个小女孩，罗伯特认为是一只鹿，但妻子却说她穿着一条花裙子，头上扎着蝴蝶结。罗伯特还在庆幸没有事情发生，丝毫没有在意事情的可怕性，随后便开车离开了这里。原来他在郊区以低价购买了一套别野。妻子一回头，发现一个女人站在门外，用诡异的眼神看着房子。妻子要罗伯特过来跟邻居打招呼，一回头人却不见了。他们丝毫没在意诡异的事情即将发生。房东给他们介绍了一下房子的布局，妻子突然觉得特别冷。房东诡异地回答道，说完之后就把钥匙交给他们，急匆匆的就离开了这里。两夫妻觉得房东说的话是在开玩笑，还非常开心能买到这么便宜的房子。一家人在庆祝终于有了自己的新房子。晚上妻子正在烧水，突然听到后面有叮叮当当的声音，妻子抱着好奇心害死猫的情况下走过去查看，发现原来是窗户没关。走到窗户外查看，发现什么都没有，他以为是风吹的。就在他关窗户的时候，狗子对着空气不停地叫，最后被吓走了。突然听到有人在敲打玻璃，打开窗帘一看，妻子吓得赶忙冲进卧室，告诉丈夫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一个女人歪着头对着他笑。随后罗伯特跟着妻子来到窗户前查看，发现什么都没有。罗伯特以为妻子太过劳累产生幻觉，谁知诡异的事情才刚刚开始。第二天，妻子把2个孩子送上校车，校车刚走又看到了昨天那个女的，妻子在不停跟她打招呼。这个女的看着房子不知道在嘀咕什么，妻子心想你这么不给我面子，那就给你点颜色瞧瞧。一辆汽车驶过，这女人又消失不见了。妻子回到家，在阁楼上开始办公，她是一个小说家，需要安静的地方写作。突然发现有一个诡异的木偶一直盯着她，接着就有一个跳跳球滚在她脚下，她捡起球环顾四周，发现什么都没有。这时狗子又开始对着空气叫唤起来了，女人以为狗子在跟她玩耍，随后把球丢过去，然后转过头开始写作。谁知狗子越叫越凶，她好像发现了什么。妻子趴在地上，发现一本相册，打开一看，这个女人从床底下捡到一本相册，打开一看，妻子赶紧把罗伯特叫回来，两人四处寻找跳跳球都没有找到。妻子表示自己绝对没有出现幻觉，相册可以证明，照片里就是在窗户看到的女的，还有马路上那个小女孩。罗伯特拿出相框给妻子看，谁知上面的照片是他之前的照片。两人因为买了便宜货，都说便宜没好货，因此大吵了一架。这栋别野经常会发生诡异的事情。女人继续坐在阁楼上无精打采的写作，突然灯泡一闪一闪，女人瞬间瞳孔扩大，仿佛有什么东西附体一样，1分钟能打60个字。灯泡越闪越亮，画面突然转变，一个红衣女子背对着你们，就问你们慌不慌。另一边罗伯特正跟家人聊天，妻子突然出现在后面，像往常一样的态度，还热情的打招呼，几人非常的惊讶。妻子带着他们玩起了奇怪的游戏。夜晚53刻，一个奇怪的声音不停喊着女人，她从梦中惊醒，一个人下楼查看，看见狗子把台灯搞倒了，随后狗子把他带到后山，突然看到2眼发光的东西。就在这时，他的手电筒也出现了问题，女人吓了一跳，灯突然打开了，发现原来是一只鹿。女人顿时松了一口气。回到家中，女人准备喝一口水睡觉，回头想想昨晚在窗户口看到的女人，于是鼓起勇气再次打开窗帘。这下女人终于放心了，相信自己产生了幻觉，然后转身回去睡觉。突然一个女人出现在她背后。 What are you doing in my house? 原来是一场梦。继续准备回去睡觉的时候，又听到门外传来高跟鞋的声音。他来到外面四处查看，以为是自己的女儿在这里经过。此时楼下唱片莫名其妙的响起，顺着声音来到楼下，看到一根金色的彩带诡异般的移动。女人正想打开门，原来是一个衣柜。女人扒开衣服，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随后听到墙里面有声音，衣柜的门突然关闭了。 Use your words, Patricia. 注意看这个书柜，正在诡异的移动。女儿赶紧下来查看，原来是莫妮卡搞的鬼，真是可以算得上一个女汉子。莫妮卡自从在衣柜见到不干净的东西，决定用柜子把它挡住。罗伯特一直觉得她疑神疑鬼，神志不清醒。莫妮卡再也受不了了，觉得老公就是一个大傻子。两人在疯狂的争吵，话音刚落，那扇门就开启自动化。
一家三口吓得缩成一团。随着诡异的气氛，门慢慢打开了。出来的是他的熊孩子小胖，一家三口总算松了一口气。小胖来到丛林，带上 VR 开始玩游戏。前面出现一个 NPC 女孩，开始一场丛林探险，一路跟着女孩的指引。小胖从白天玩到了黑夜，一声鼻息，女孩突然不见了，小胖吓得赶紧摘下眼镜。右上方出现一个诡异的小屋，放着诡异的音乐。莫妮卡夫妻见小胖失踪了，急忙拿上手电筒出去寻找。一开门，小胖吓得神志不清，烤箱里面传出一阵诡异的声音，原来是莫妮卡烤的面包熟了。另一边，邻居家的小美找到莫妮卡女儿，准备带她一起回家。小美问他们家最近还好吗？女孩回答说，除了她妈妈不正常，其他人都挺好的。小美说，那是正常操作，你们习惯就好。到家之后，女孩准备下车，小美却给了她一条项链，说你以后随时戴在脖子上。女孩本想拒绝，小美一声怒吼，女孩赶紧接下项链。下车之后，女孩显然不相信这个。莫妮卡继续在楼上写文案，拿出她的黑科技玩了一会，出现一个国际手势，转过身开始思考灵感时，电脑像中毒一样开始自动打字，上面都是写着去地下室看看，而且旁边的黑科技也出现了地图，突然消失不见。莫妮卡一脸懵逼，紧接着鼓起勇气来到衣柜，摸索着衣柜内的墙纸，把所有的墙纸都撕了。透过缝隙，原来里面真有一个通道，扛着斧子就往衣柜里走。她不只是女汉子，而且还霸气十足，几下就把衣柜凿出一个洞口，探出头进去查看，发现里面结满了蜘蛛网，拿着手电筒，扛着斧子，单枪匹马地走了进去。里面传来一丝丝诡异的声音，走到地下室查看。这个女人在药店偷了一支口红，做贼心虚的四处查看，正准备开始化妆的时候，突然窜出一个金发女。原来这个金发女就是那栋别墅的房东。莫妮卡问道 Is there something you forgot to mention about the house you sold us? Of course she has stories to tell. Every life leaves a mark. Secrets and old clocks. Like your medicine is ready. 她尴尬的说道是过敏药。 I have your clonazepam? 原来她买的是抗精神的药，而且这个药吃多了会产生幻觉。另一边，罗伯特下班回家，看见家里乱糟糟的，以为是进了贼，顺着残渣碎片的痕迹找到地下室。原来莫妮卡在地下室发现了声音的源头。Why aren't you so fucking happy? 罗伯特说我知道是你破坏了我的演讲。莫妮卡却说她什么都不记得了。 Of doing that. You have to believe me. Why would I do that? 罗伯特问他这是一个什么地方，莫妮卡回答道，这里是一个私人唱吧，里面还有自动唱片机。他们在回忆两人恋爱的时候，莫妮卡抱着老公说 Fucking normal. You're not gonna recognize it. 晚上睡觉的时候，莫妮卡手机突然收到一条短信，上面写着叫她来地下室。莫妮卡来到地下室，之前出现的那个女人正在等她。莫妮卡说这个音乐是你放的吗？女人介绍自己叫玛丽。莫妮卡问电脑上那些内容都是你写的吗？玛丽回道说这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写的。 Big day. It's time to celebrate. 莫妮卡却说我16年没喝过酒了。玛丽却说那不是你的作风，现在我们是同一个人。说完之后递给莫妮卡一杯酒，看来后面的事情越来越诡异了。莫妮卡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喝完这一杯感觉不过瘾，还想来一杯。我甚至想到伍佰的一首歌。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画面随着地下室来到外面，一直穿过丛林。地上竟是那个小女孩的骷髅头。这个女人正在吃糖，突然掉了一粒，趴在地上准备捡，里面全是垃圾蜘蛛网。这样的东西你们敢吃吗？偏偏她就觉得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捡起来就往嘴里放。吃完糖感觉地底下有异响。莫妮卡走到地下室查看，突然 原来是罗伯特蹦出来，吓得莫妮卡一大跳。罗伯特突然说要不要来一杯，莫妮卡觉得这个场景似乎在哪里见过。随后罗伯特拿出一个老式的投影机出来，里面可能有黑暗秘密，还有带颜色的电影，想想就有点小激动。谁知罗伯特又推来一个婴儿车，上面坐着一个诡异的玩偶。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娃娃之前出现在阁楼里，现在又跑到地下室。莫妮卡说不要拿着东西在我梦里出现，罗伯特就开始吓唬他。莫妮卡说我不想陪你这个疯子玩，说完就跑了出去。罗伯特在地下室捣鼓那个破旧的投影机，刚刚启动感觉很兴奋，以为有什么东西可以看，谁知下一秒就出现问题了。这时罗伯特的电话响起，莫妮卡说
你那个傻胖子在学校看有颜色的书被抓了，莫妮卡要罗伯特去接胖子。谁知罗伯特一听到这个消息，立马激动的不行。接到儿子，罗伯特没有质问胖子为什么要做这种事，而是露出邪恶的微笑，翻开胖子的书包，拿出里面的杂志，问胖子这本杂志我都没有看过，你从哪里弄来的？胖子说前段时间他在树林里玩，树林里有一个诡异的小木屋，他经常去那里看杂志，而且还有各式各样的。罗伯特一听这个特别来劲，并且表示要胖子带他去体验体验。罗伯特丝毫没有察觉事情的诡异。夜晚，狗子感觉很害怕，窗户再次诡异的打开了。莫妮卡正在洗澡，突然浴缸的水变红了，画面变成了玛丽，她站在镜子面前，表情感觉很痛苦。另一边，莫妮卡也受到了同样的伤害，她一脸的懵逼，这到底是幻觉还是现实？来不及多想，莫妮卡赶忙清理伤口。这时电话响了，是罗伯特打来的。罗伯特问莫妮卡：“你的写作弄完了没？”莫妮卡说：“我好像被人控制了，笔记本被我一拳砸烂了。”罗伯特说：“你真的压力太大了，要不要出来放松放松？”莫妮卡说：“我还需要写作，没时间陪你。”与此同时，莫妮卡女儿正在养老院做义工，女孩的男同学带她去见他的女朋友，女孩很友好的跟他女朋友打招呼。男同学介绍到这是刚搬来的邻居，而且这辈子都住在山谷。老太太一听，你们要赶紧搬走，不然你就会死在树林里。 You'll die in the trees. Stay away from the house in the trees. What? Okay. Can we get some help in here, please? 女孩吓得赶紧离开了这里。晚上，傻胖子正在小木屋看杂志，木板上突然出现一行字，随后衣柜里又出现新的字。莫妮卡一个人坐在地下室，准备约阿飘出来谈谈。谁知白天罗伯特怎么捣鼓不好的放映机，突然出现了画面，画面里出现玛丽一家人，上面还有一个小男孩，小女孩拿着蛋糕，吹蜡烛的是玛丽，但是小男孩一直没出现过。他们也是一家4口。这个胖子正在玩 VR 游戏，突然冲出一个 NPC， 胖子问他这个故事结束了吗 ？NPC 回答 No, not until you're dead. 另一边，莫妮卡终于把写作完成了。她找到编辑卡姆，本以为编辑会觉得这本书不错，谁知卡姆却说：“你后面书的内容完全接不上，没有一点吸引力可言。这本书并不像是你之前的风格。”莫妮卡听完之后，知道前面故事是爱丽丝附身写的，难道自己的写作能力这么差吗？卡姆表示，如果你想继续合作，你就要回到你之前的风格，别人才会看你的作品，会给你去点赞。莫妮卡表示再给她一点点时间，可以完善一下内容。回到家中，莫妮卡开始又在阁楼上写作，她一直在召唤爱丽丝，请求她再支援一下。身后的灯泡突然闪烁了一下，似乎好像没什么变化。她老公罗伯特走了过来，提醒她别忘了参加女儿的音乐会。原来她女儿在圣教歌颂中当上了主场。莫妮卡带着家里人都来了。罗伯特的胡子很是特别，小胖子走到哪玩到哪，听着女儿优美的歌声，莫妮卡的心已经飞往九霄云外了。就在不远处，有一个帅气的神父对莫妮卡勾了勾手。莫妮卡满脸疑惑，莫非有人看上了她？怀着满脸好奇心跟着神父，神父直接走了进去。莫妮卡也跟着过去开始祷告。她有罪，她写的书基本上没人看，但是被恶魔附身后写的就很招人喜欢，可能是药物引起的幻觉，这还有回旋的余地吗？ Father? Father? The drugs. Fuck! Oh, fuck. 莫妮卡感觉很尴尬，准备离开这里。这时隔壁邻居小美也追了出来。小美说关于两家房子之间的围栏出现了问题，她要是掉下来，怕有人会受伤，需要出点费用维修一下。莫妮卡表示自己没有钱。这时帅气的罗伯特站在门口说了一句让我来。他以前是一个很好的木工，这件事交给我帮你买，重点是我要给你建一个史上最好的围栏，这样就省去了一笔费用。虽然说他是一个很好的木工，但不出意外的情况下，意外出现了。A little bit of woodwork. Oh, God. Shit, are you okay? Oh my god! Yeah. I just gotta build a little tourniquet here. I'll call you back. 晚上，莫妮卡家窗户又开着，莫妮卡正在洗漱，突然听到一阵响声，吓得赶紧趴在地上，感觉浴缸里面有什么东西。拉开窗帘，莫妮卡刚下楼，就听到邻居小美在跟女儿神神叨叨。听说小美会通灵，准备邀请她上去坐坐，让爱丽丝出来谈谈。小美说：“你这是在玩火吧？让我召唤恶魔。”说完就想离开。莫妮卡说：“是你不行，还是你不愿意？”小美这个暴脾气，竟然说我不行。只见小美手里拿着特制的项链，试着开始呼喊，哪成想一试就灵。小美瞬间就不受控制，在纸上开始乱涂乱画。莫妮卡随便拿起几张纸，表示怎么都看不懂。忽然后面传来一句 It says she's here.
爱丽丝再次现身，你这么快就找好帮你写作的人了吗？莫妮卡说，你别开玩笑了，你能不能再跟我一起完成写作？爱丽丝表示没有兴趣，这样对我有什么好处吗？莫妮卡说，要怎样你才能答应？爱丽丝说道，我要进入你的身体，感受生活中的一切。莫妮卡说，那不就等于一切都是你的了吗？那绝对不可能的。小美手速越画越快。Trisha, it's your choice. You can either be the rat or you can be the bird. Okay, Rosemary. But swear you'll leave when this book is done. Be gone! 一回头，爱丽丝竟然不见了。莫妮卡还在责怪小美：“你就不能多等1秒钟吗？”小美告诉她：“她不叫爱丽丝，这栋房子被诅咒了，你们赶紧搬走吧，这里太可怕了。”说完就赶紧离开了这里。另一边，小胖子又在树林玩 VR， 跟随着 NPC 一路小跑。他看见地下的物品后显示任务完成。Suck it, doubters! Now is the game over? What game? Aren't you an NPC? I'm easy. I used to live here. 小胖赶紧取下眼镜。If in the dust of twilight. Oh, shit. 回到家中的小美发现自己的附身符不见了， This is for you, 就像着了 Patricia. 魔一样。Oh my God! Pat! Pat! Our neighbor's on the fence! 一家4口在郊区低价购买了一套别墅，但从他们搬进这栋房子开始，事情就变得奇怪起来。这栋老房子很久都没人居住，阴森恐怖。莫妮卡总觉得自己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晚上喝水，听到有人敲玻璃。睡觉的时候，他突然出现在身边，但似乎又只有他能看到那些奇怪的东西。本剧开场有这么一句话：女性陷入抑郁的可能性是男性的2倍，被鬼缠身的可能也是男性的2倍。这2件事情有看起来相似的症状，所以本剧到底是真有鬼存在，还是女主只是精神出了问题？本期会给你带来答案。女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站在阳台上，脚上还穿着高跟鞋，家里人丝毫没有察觉。莫妮卡竟然毫发无损，拖着铁锹就走向后院，挖了一个坑，把一些没用的东西丢了进去。一旁的狗子疯狂乱叫，莫妮卡试图让它安静一下。不出意外的话，狗子也被丢了进去，刚准备埋了，被他儿子发现了。莫妮卡要儿子保密，意外又出现了。Dad! Uncle Roxy is burying her in the backyard! 准备把儿子埋了，下一秒女儿又来了。 Fucking snapped, you crazy thing! 接着老公走过来， Fuck it! 莫妮卡被狗子舔醒，刚刚一切都是一场梦，这一定是爱丽丝作怪，对着空气大吼一声， You do not fuck with someone. 愤怒地走向门口。儿子突然从书包里掏出一个骨头盖，莫妮卡脸色瞬间变了，一把抢过去说。 Why can't you be normal? 罗伯特一脸懵逼，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下一秒他就恢复了正常。莫妮卡已经意识到爱丽丝已经快吞噬掉了他的意志。小美的灵魂在阁楼召唤莫妮卡，指了指抽屉，似乎好像有什么东西。打开一看，原来是小美的项链。一个转身，爱丽丝出现，莫妮卡警告她不要再胡作非为。莫妮卡赶紧跑到驱魔师杰克那里，告诉他一切发生的事情。他说自己被恶魔丢在窗外，还有他的邻居死在我们家围栏上，然后他的项链竟然出现在我抽屉里。杰克告诉莫妮卡，这个小问题我能帮你解决，但是你必须通过罗马教廷的批准，大概时间要等1年。第二个办法就是恶魔需要宿主，可以摧毁宿主。莫妮卡瞬间明白了，原来他就是宿主，只有自杀才能让他消失。莫妮卡觉得这个办法不可靠，他跟杰克分析，也许爱丽丝只是写完那本书，她就会离开我的身体。杰克立马否定他的想法，你千万不能跟恶魔讨价还价，一旦与恶魔进行交易，恶魔会彻底占有你的身体。还有最后一个办法。紧接着杰克拿上装备开始驱魔，谁知这个恶魔气场太强，下一秒莫妮卡回到阁楼，准备把爱丽丝控制完成的小说删除，或许这样爱丽丝就会消失。刚删除的作品下一秒又自动恢复了，一转头，爱丽丝就在他身后。就在这时，卡姆视频电话打来，对方要求他尽快完成作品。通话结束，爱丽丝已经不见了。另一边，罗伯特已经知道莫妮卡精神有问题，找到他当时的心理医生，但医生却告诉罗伯特，莫妮卡在1个月前就取消了治疗，那个时候就觉得他精神有问题，建议他回来继续治疗。回想起早上莫妮卡的异常，罗伯特终于意识到了妻子严重性，飞速开车回家。此时妻子正在和爱丽丝谈判，质问爱丽丝为什么选择他当宿主。
接着录像机开始飞速运转，墙上开始播放爱丽丝的生活。她忙碌得像个保姆，而丈夫孩子毫不在意她的感受。情绪失控的爱丽丝抄起斧子，最后的镜头，爱丽丝正在擦拭满地的血迹。原来莫妮卡的遭遇跟爱丽丝是一样的，一直不被家里人认可。爱丽丝想要莫妮卡跟她一样除掉家里人，与她一起摆脱家人束缚，做一个独立的女性。莫妮卡说了一句：“我绝对不会伤害自己家人。”愤怒地说了3个字。爱丽丝瞬间脸色一变。莫妮卡直接把整瓶药往嘴里倒，接着就一阵恍惚。此时罗伯特来到阁楼，桌上的打印机突然飞速运转，不停地冒出莫妮卡的文稿，竟然是他的小说结局，上面赫然写着莫妮卡用斧头杀了自己的家人。当他转过头时，被控制的莫妮卡拿着斧子站在身后，莫妮卡一斧子砍了过去，罗伯特一个躲避，拔腿就跑，莫妮卡一路紧追，把罗伯特逼在墙角。罗伯特手里拿着剑刺向莫妮卡，莫妮卡一斧子把她拍下了楼梯。看见丈夫从楼梯摔下去，她马上恢复了理智。这时女儿走了过来，莫妮卡赶紧解释，这下又被恶魔附身了，捡起地下的斧子准备砍向女儿。女儿紧张的大喊一声，莫妮卡直接晕倒在地。等她再次醒来，发现双手双脚已经被绑着了，她立刻咆哮着解释她没病，但已经没人听她解释了。女儿哭着在入院通知上签字，一转头，故事到此结束。